在中国坐扶梯站右边是错的。你平时坐扶梯的时候，不着急就站右边，着急就从左边走上去。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个习惯在中国被推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右边站人，左边走路，听起来很合理，但是其实会让电梯变得很危险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今天一起通过新闻标题来看一看这个变化。自动扶梯上左行右立，错了吗？曾被认为高素质的习惯闹出官司了。早高峰的时候，一位女士着急去上班，在扶梯上从左侧往上走，不小心碰到了站在右边的一位男士，把他的手机碰掉，屏幕摔碎了。结果两个人上了法庭，法庭判女士给这位男士修手机的钱。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都很惊讶，从左边走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？这就要说到左行右立了。自动扶梯就是那种一直在滚动的电梯。现在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有，尤其在地铁站。左行右立是地铁站的扶梯旁常常会看到的4个字，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提醒大家坐扶梯的时候站在右手边，把左边留出来给着急的人行走。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，这个习惯是从1944年伦敦开始的。现在你走到各个国家，在坐扶梯这件事情，大家是一个习惯，站在右边，走左边。在中国，从随便站到主动站在右边，可是花了一段时间。所以这个习惯大家都觉得是一种有礼貌、有道德的做法，也就是新闻标题里说的高素质。但问题来了，扶梯的规定其实写得很清楚，禁止行走或奔跑，也就是说不能走也不能跑，只应该站着。那既然规定说不能走，为什么还有左行右立这4个字？让我们通过第2条新闻标题来看看这到底是为什么。电梯左行右立不再被提倡，是什么让我们对滞后观念深信不疑？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这个习惯早就不再提倡了，地铁上贴的4个字也没有了，也不再这样宣传了。这就是标题里说的不再被提倡。为什么？先来看一个数字，普通的楼梯每一节只有15厘米高，但是自动扶梯的呢是21厘米。听起来差不多，但是你知道扶梯本来就不是为了走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走扶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会不会觉得很吃力？就是因为这个，你每一步都要抬高你的腿，而且扶梯本身还在自己动，速度也不慢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站稳，
可能会发生什么？你可能见过那种视频，一个人摔倒，后面一排的人一起倒下来，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。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，就是效率。如果大家都站在右边，左边留出来走人，一部扶梯每分钟大概能运81个人。但要是两边同时站人呢，每分钟可以运113个人，多了将近40%。所以从效率上来说，左行右立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第3条新闻标题要说的问题：为何不再提倡扶梯左行右立？工程师现场揭秘风险隐患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坐扶梯的时候有咯噔一下、咯噔一下那种感觉？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原因。想象一下，扶梯的台阶下面有几个滚轮，一直在转啊转，每天都是右边站人，右边的重量很大，左边很少。时间长了，右边的这个滚轮受更大的压力，容易变形，变得不圆了，就会有咯噔这样一声。所以工程师说左行右立，不只有安全问题，还会让机器容易坏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。这就是标题里说的隐患。所以现在你再去中国很多的城市，看到新的提示都变了，是站稳扶好，紧握扶手。还有新闻里特别提醒的，坐扶梯不要低头看手机，孩子和老人一定要注意，他们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人群。那说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是你，你还会从左边走吗？原来我们一直觉得礼貌的行为，现在看起来可能并不安全。我最近反而更喜欢直接走楼梯，这样更快也更健康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的中文 ，description 里有免费的体验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加入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。